绝了，这是人家新加坡的吸烟室。这个吸烟室，第一露天不说，第二人家是花园景观植物，该做的都真的都有啊。这个吸烟室是真的绝了。哎，大家好，我是小胖。这个我们有改变发色了，其实大家看是黑色是吧？其实它是绿色啊。然后我们现在就出发，我们现在去苏万那普机场，然后我们去新加坡，然后去新加坡转个几天，去玩玩。这个毕竟在这里嘛，时间待了久了，其实芭提雅待久了，一个地方待久了，其实蛮无聊的，就跟大家在自己城市一样。为什么大家在自己城市要选择出去旅游啊？去干嘛？不就是因为这个城市待久了吗？想换一个地方去转转。你在芭提雅其实待了也有点久了，这段时间从上次老挝5月份回来到现在2个多月了，对吧？2个多月了。在我的字典里已经腻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车也到了，然后我们现在去苏万那普机场。好，我们已经到了苏万那普机场了啊，这个到值机柜台，然后我们今天坐的是泰国的库航，不是泰国，新加坡库航。新加坡库航好像也是个联航吧，对吧？这不重要，到了目的地就行了。因为这个时间段比较好，因为有其他航空公司的，关键是库航这架飞机，你知道有一个为什么我买这个航班？其实我最开始没有研究它是不是联航，它是波音787大飞机，而且只要700块钱一张机票。那么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从国内飞新加坡，你要飞波音787，你这个1000块以下是不可能买到的，对吧？这个在泰国它属于东南亚的很大的一个中转站，然后去新加坡又近，所以你就可以几百块钱坐到波音787啊，这个就很爽。所以大家买机票的时候啊，还是要去仔细看，就是机型，什么 A320啊，什么波音737啊，这个其实都有讲究的。那像大飞机的话，就是777、757，然后呢787，然后 A350、A380，这些都是大飞机，大飞机坐得很舒服。我们用一下这个自助机能不能用？它自助机还有简体中文，然后获取登机牌、乘客信息，然后将护照首页放置下面，然后我们试一下，将照片页放置下面。对，我是照片页啊，无法通过找到预订记录，行吧，那只能去窗口。好，我们出发，再看松坤来新加坡。有听你妈兄没带了？那边机器不行。好，我们出发之前，因为我在芭提雅换不到新加坡的钱，所以我到机场这里Super Rich 来换。那么换的话，汇率稍微差一点，但没办法，这个反正花了也不多，就带了500新币，就换了500新币。500新币是13450泰铢，因为我是用泰铢直接换的。其实我身上什么人民币、港币、美金都有了。然后 Super Rich 还蛮贴心的，还会给你一个小的信封，然后用来装钱。这个蛮好的啊。本来呢，我是想去新加坡的那个 ATM 机取现的，对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换吧，那万一银行卡等我被吃掉了或怎么样，大家也知道这个 ATM 机有时候不大靠谱，对吧？其实我攻略已经做好了，新加坡的话，黄色的那台机器 M 打头的那台黄色机器是汇率最好的，然后我就干脆直接就换了方便点，因为大家其实出行的时候也不用考虑太多的汇率的问题，为什么呢？第一，当天汇率多少就是多少。第二个，其实你用了少了，汇率差不了多少钱，差来差去差个10来块钱，那纠结啥呢？是不是？主要是图个方便。这样的话，我就下飞机，我就可以省很多事情，不用去 ATM 机取了，然后可以直接坐地铁啊，怎么样就比较方便啊。苏万那普的这个很奇怪，它是在2楼的，它整一个国际出发，它在2楼，所以要先刷机票才能进。再给大家科普个小知识啊，这个如果你们是游客过来的，就是拿的现在是免签的，那直接现在出境都可以走自助机，那自助机很方便，跟国内一样的。那像小胖这样拥有长签的啊，那没有办法，那必须要走人工，因为有长签的话你不能走自助机，他刷不过去啊。刚才工作人员说你长签啊，他说那没办法，好吧，所以这个地方要给大家注意一点，常住的必须走人工然后这个游客就无所谓了，你看哪人少走哪儿吧，对吧？我们现在要赶过去了，17有点紧张，好说。
别说啊，现在苏万那普的效率是蛮高的。我们刚才是9点钟到机场的，然后我去换完钱，换登机牌换完钱，我真正开始过安检的时候应该是9点半，然后等我现在全部的过程走完，走到安检口，10点钟还不到，花了20多分钟。那我觉得可能最多也就1小时应该够了吧，对吧？反正我觉得现在的效率的确比以前快了很多了。以前光一个安检行李一个出个关就要花了好久，而且我还是走人工的。如果不走人工，我觉得现在出关效率真的就像他们老大说的，提高了很多的旅游质量和旅游服务，这点是认可的。因为苏万那普机场是一个很火爆的机场，是一个东南亚很大的一个中转站，平时都有很多飞机，很多人。每次我们去坐飞机都要花很久时间。他这次因为我可能1年没有在苏万那普坐飞机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次的感官和体验真的不错。苏万那普机场点个赞，可以的。787，波音787梦想客机，这个是波音公司目前最新款的飞机号称比较节省吧，然后舒适体验感各种都很好。我也第一次坐787，之前A380去阿联酋迪拜的时候坐过，然后787还没坐过，所以特意买飞机坐个787。所以说旅行这个东西，很多人每个人的旅行方式不一样。很多人过来只是到这里吃吃喝喝玩玩，有些人喜欢历史文物或者说喜欢相应的一些东西，也有人喜欢文艺，也有人过来就是单纯的喝酒聊天，对吧？小胖出行就喜欢去研究那种没有去玩过的东西，哪怕一个飞机一个机型，我不知道视频中有多少人可以分辨出波音跟空客的区别。每个机型看玻璃窗就能分辨，包括灯光怎么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比较享受的是这种东西，对吧？就是去体验一个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然后去钻研一些别人可能不爱钻研的。所以我怎么说呢？可能我视频比较小众吧，就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喜欢，没有什么随大流。但是我的旅行方式就是这样，我自己开心就好。看，好，我们进去了。我跟你说，苏万那普机场大家一定要带一件衣服，这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忽冷忽热，而且都是热的可怕，冷的可怕，太容易感冒了。现在就先进去，我就坐了一会儿，就感觉不舒服。好，第一次坐787 ，13 4 ，OK，Thank you。它这班果然是联航，虽然说787，它前面的商务舱也就这样子。只能说稍微商务一点。我们老老实实进机场是吧？34K， 主要是它是3排座的，9个位置，那就坐得很舒服。关键大飞机稳了，怎么办？穷屌丝没坐过大飞机。它这空调也冷，也跟不要钱一样。34，哇，好后面。后面飞机大家知道吧？到底坐前面舒服还是坐后面舒服？原则上应该坐前面舒服，因为头等舱都在前面。我是这么想的。果然是廉价航空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好好说，开了个菜单，把我开心塞了。一个泡面6块钱，这不是人民币这是新加坡币30块。一个简餐10个新币。个饭12新币，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前2天不是适航的那个叫什么，就廉价航空的那个事件嘛，说要一杯水不要一杯水。之前我也不评价了，反正做联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你别指望有任何服务，绝对没有的，对吧？有很多人说，这个不是服务的问题，联航我们都知道没有服务的，但是为什么限制自由怎么样？因为这个纠纷发生在他国的航空器上，这个按照规定你就是要在那边处理的，对吧？这只是说什么孕妇洗手间怎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一个巴掌拍不响吧。这个我也不好意思不好评价，对吧？我认为当然这个孕妇去上洗手间，这个人性化的这个还是必须要有的，对吧？这个或者说孕妇先走，男的留下来处理或怎么样。而那个男的呢，我也觉得自己老婆都已经这样了，那为什么还要去这个事情杠着，对不对？你肯定是先把老婆给安抚好了，或者说先把洗手间上了，然后回来再处理或怎么样。那机场方面也有问题，你可以像孕妇先上厕所，男的留下来也解决，对吧？那么至于那边的适航的飞机怎么样，反正
都有问题吧？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有问题吧？我觉得，事情发生了就好好处理，对吧？靠喉咙响没有用的，对吧？这个的确你肯定违反了规定，人家才那个，包括你看警察也在边上，你没办法，这他国的航空器，你在他国航空器发生纠纷落地的话，你就是不能离开的，这个是没办法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只是很多东西可以相应的去协调一下，对吧？或者说，各方面去变通一下。反正我是觉得这个不应该让自己老婆站在那边受罪，这个是第一个。作为男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可能第一时间先把这个先处理好，对吧？那回过头来，那我再来处理那个事情，哪怕不能离开那里，那 OK， 那是不是先能上洗手间或怎么样？我觉得都有办法。而且真的出问题了，拍摄的或者骂人的也是那个男的，那跟那个孕妇也是没多大关系。孕妇可以先行离开，对吧？不能说因为你是一个家庭啊，我犯事了，这个我老婆就不能走，这个没这道理。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双方没有冷静下来，没有好好说。我认为这个事情没有多大事情。很多下面网友起哄呢，或者怎么样，我也看了很多人的评论就瞎评论了，对吧？说什么怎么样？那有些人的评论人蛮客观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多走走多看看吧，每个东西就这个联航嘛，对不对？这个就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没有服务的。这很正常，对吧？反正还是刚才那句话，至于扣不扣留这个事情，那我小芳也不是法律工作者，我也没权利说这个事儿，对吧？只是觉得有更好的一个处理办法，好吧？啊，然后我们就准备飞了。好，我们起飞了啊！大飞机起飞啊，落地就是稳，很稳，这个起飞根本就是没有那种散架的感觉。小飞机啊起飞啊会有那种散架的感觉，大飞机一点没有，就很平稳的上来了，连那个就是那个离心力就心内拉一下的感觉都没有。啊，我们新加坡见。2 hours later。哎，大家好，我们马上到新加坡了啊。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窗，最开始我觉得联航这个连个遮光板都没有，没想到不是的。是我低俗了，人家用的是不一样的材料，看在前面。其实它这个是这样的，看我可以调亮，我这对吧？然后待会就看到最神奇的是，慢慢颜色开始出现变化了。它用的是这种控制的那种追光板，这个会变得比较慢，但是它是待会就变了。我这个太好睡了，比那种手动的追光板是牛的。我开始以为是那种廉价航空，怎么连个遮光板都不舍得放？哎，还真不是。来看这玻璃的变化就知道了。哦，慢慢又开始变亮了。大概需要一个30秒的时间。所以啊，这个新飞机啊，梦想客机啊，这方面做的是蛮厉害的。而且它上面也没有那个空调，不会像原来一样是直吹的，对着很冷。而现在这个空调就很温的那种空调。慢慢变亮了，还需要个颜色过渡。所以啊，我到现在应该是解锁了所有波音跟空客的全系列啊，全系列飞机了。我们现在就落地了，看看波音787的落地是多么的平稳。刚才从天上看啊，这边一边马来西亚一边新加坡，这个差距的确蛮大的。而且它从海上过，它那个机场就在海边上，还是蛮舒服。好，我们就到新加坡了。落地。好，下飞机。拜拜。哎呀，到了新加坡土地上，到了樟宜国际机场。这个出去再跟大家说啊，这不就是樟宜机场啊？我跟你们说啊，落地以后发现最美妙的是这个 smoking area。嘿，现在很多机场已经都没有这个东西了，樟宜机场竟然还有。下飞机我们也不拿行李，我们也不干嘛，对不对？先到这个 smoking air， 绝了！这是人家新加坡的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第一露天不说，第二人家是花园景观植物，该做的都真的都有啊。这个实验室是真的绝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新加坡机场到达跟出发是同一层，这些都是出发的游客，然后到了这里以后，再从这里下去是到达出关。哇，它是同一层的，竟然！一般我们到了一个机场，对吧？出发归出发，入境归入境，是分开隔开的。然后新加坡机场它现在是连在一起的，它出来直接是航站楼，你知道吗？我们到了这里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到新加坡来，实际上它是要填那个入境卡的，但现在都是电子填的，这个大家提前网上做好攻略啊。这个提前要填好一个入境的信息，填写入境卡，填写入境卡以后啊，新加坡的海关大家看是没有那个的，什么不能拍照啊、人工啊，没有的，没有这个东西的，那全是自助机啊，我们就直接刷护照就可以出去了，应该是可以拍照的。好，新加坡这个出关，我这么跟你说，比我们中国都方便，直接就是刷护照，按指纹就出去了，太方便了，这个太方便了。这个他就2个海关工作人员在那边安排，然后就那么2个口子，通关效率贼快，而不像很多地方都要人工盖章。可能新加坡就不需要人工吧，可能对全世界国家就免签，新加坡就没有签证这个东西，对吧？只要反正你能买飞机票你就能过来，我觉得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个他所有人都是这样入关出关非常便捷，没有任何什么海关询问什么都没有，对吧？就刷了指纹就直接进。出来以后也很简单，看着牌子我们就坐地铁了啊。地铁电车往左边走，反正一路跟着这个，它有公交车去市区，有地铁，那我们肯定坐地铁啊。地铁这里上去，出 CT 往上走，直接跟着牌子走。因为新加坡机场太大了。好，我们现在去 T3啊，T3坐市区，坐地铁去市区，然后还要中途转小火车来了，樟宜机场的小火车。还有 Maris， 它这个叫什么？天空小火车。出发了。他们说要先到 T2，再到 T3。其实小火车还有一个机场，我之前坐小火车，就像普通机场那种到卫星城的不算啊。然后再上一次坐的应该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机场，吉隆坡机场的T1到T2那个小火车，红色的，它是从整个机坪下面穿过去的。这个好像就比较简单，直接对比就是。地铁站很方便啊，就是坐完火车上来以后，直接星巴克转个弯，就到了，往市区地铁都有中文，对吧？中文、日文、英文，上面什么阿拉伯文啊，反正都有。到了地铁站要买这个地铁卡，那这个 Easy Link， 我跟大家说，这个 Easy Link 我查过了，它是要付10个新币买张卡，然后里面有5个新币是卡费不能动的，然后另外还有5个新币的余额，然后用的话只能用2个新币，还有3个新币是最低的，所以等于说这张卡办了10个新币50块钱，我坐个地铁，我觉得我可能脑子不大好，然后它上面也可以用 Visa。所以说Visa 跟 Master 卡，所以我现在手上我有4张 Visa， 我就不信我过不去啊，我就直接刷卡，然后刷卡会便宜很多。这个我建议大家就短期就来个几天的，这张卡千万不要买，我觉得有点坑啊，50块钱人民币就这样丢在水里了呀。那我干嘛不刷卡？你说 Visa 手续费再高也不至于高那么多呀，对不对？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刷过，我们试一下。Visa Master 卡领它是可以的。我们试一下，我这张好歹白金。他说不能用吗？没事，换一张。真过不去啊！真过不去，等我换一遍。真过不了。刚建议大家不要买这个卡，现在我只能买这个卡。因为同行的我们有一个人没有信用卡，然后我有好多张 Visa， 对吧？然后我把所有信用卡拿出来，然后发现能闪付的也就2张，然后1张是过期了，还有1张能用的，然后他拿着我那张能用的过去了，然后现在导致我现在过不来了。行吧，那我只能买啊。那所以买也行，给大家做个攻略吧。这个也比较简单，中文购买就买1张10块钱的就可以了，最便宜的那种 Easy Link 卡。
对吧？随便点一个10块钱，44，44，随便打个4445，对，点一个，然后每日乘坐80，对，10个新币，确定可以用支付宝、微信付款，哎，行吧。所以啊，哎呀，劝人做攻略啊，劝人省钱啊，最终自己没办法。这张卡真的蛮鸡肋的。行吧，那就好好利用这张卡吧。啊，就直接刷吧。哎，应该一刷就能过了。真的很鸡肋，这种快点新币。好，这条线的名字叫什么 ？East West Line 东西线。啊，我们要换乘一下。然后坐到牙龙叫什么阿育尼站，其实还蛮好记的。很多时候大家记的时候，很多国外的地铁啊记什么 EW 多少什么的，我们是到 EW9。那这个地铁表好好说，有点难看懂。这地铁表真有难。现在是 EW4，这个 EW 是东西线 East West， 然后我们要坐9就到什么阿育尼，坐到这一站。新加坡房子，我现在觉得蛮奇怪的。他们每一栋公寓、每一栋房子门口啊，他们都挂着国旗，就是每一户人家，我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来，我们看看坐个地铁要多少钱啊？从机场坐到这里，1块8毛3，哇，好痛啊！2块，哇，这个地铁将近10块钱。我们先去 7-Eleven 买电话卡，机场刚刚太贵了。我好好说，这新加坡怎么比泰国还热？真的好热，新加坡。我跟你说，新加坡起码35、6度，你知道吧？你知道芭提雅最近几度吗？芭提雅才20多度，好热。一个东南亚仔，现在是活生生东南亚仔，竟然在新加坡，我说我热死了，说出来谁信？然后我们到了牙龙这个地方了，叫阿育尼站。我们先到 7 去买电话卡，到这里就基本上中文就通用了，对吧？对，很多人说你到新加坡来，是不是应该住在老外区域？不是，其实住在中国人区域是对的。这个很多东西啊，真的是方便很多。因为我觉得新加坡好像也不会存在说老外区跟中国人区价格不一样吧，应该都差不多，对吧？他们本地人也要吃饭的呀。怎么办？我到了7我买不下手。2瓶矿泉水3块，7矿泉水1块5一瓶，乘以5，7块5一瓶矿泉水。可乐对它的确是卖3块钱可乐，但3块钱新币啊，这一瓶可乐15人民币。完了，我连水都喝不起了。太可怕了，一个乐事薯片，哎呦，疯了！我们总算办好电话卡了，我把整一个牙龙的基本上的电影市场都逛了一遍，一般都是要12个新币、15个新币，然后我买到10个新币的，然后我们就对面吃个饭吧，随便吃一点，正好这里的店我实在吃不下去，因为实在是太贵了，就这里我们就随便搞一份吧。那这样的话，这一份乘以5也要20多块钱一个鸡饭。你好，我要一个烧鸡饭。这里吃了啊？对，这里吃，一个烧鸡饭，一个白鸡饭。一个烧鸡，一个白鸡。对。鸡蛋吗？加1个鸡蛋。对，加一个啊？就加1个就行了，就加1个就行。加哪里？烧鸡、白鸡？都行，随便。都行啊。对。然后可以再加这个鸡胗吗？可以啊。这个给我怎么加？加在饭这里一碟。一碟多少钱？1碟4块钱。4块钱，那就加1碟就行了。1碟啊。对，好，谢谢。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中文实在太通了，中文通。然后最近是这样的，我刚才呢，我去跟他们说英文，跟酒店前台，然后我就发现我不自觉的会蹦泰语，你知道吧？就很尬，然后讲着泰语就蹦出来了。我现在英文啊真的是退步太多了，我的英文现在原来可能也不大好，原来可能也就高中水平吧，现在英文可能就到小学水平。我们就随便吃点东西，然后有网络了，稍微做点攻略。我之前攻略都没做，然后看看待会儿去哪儿给大家转一转啊。这样从早上到现在没吃过饭，好像吃什么都特别好吃。就这一碗，应该叫海南鸡饭吧，就新加坡的最有名的这个海南鸡饭，这个4个新币，也就是20多块钱一碗，真贵。芭提雅50、60泰铢，12块钱。我感觉物价生活翻了1倍。我也想去吃点好的，实在下不了手。刚才路过一个叫什么鸡的，这里很多什么田鸡粥是吧？就喝一碗粥要16到20新币，居然就喝碗粥100块钱，太夸张了。
我们坐了个公交车，我们也体验一下这个新加坡的公交车。然后刚才是办的这张卡嘛，对吧？然后又充值了10新币，然后我们坐这个公交车去那个鱼尾狮公园，然后去看一下那边的夜景，那边还有摩天轮啊什么的。然后最开始想坐地铁，然后我觉得坐地铁没有什么体验感，就坐他们的公交车啊，坐公交车有体验感。